MDN 网站里有一个默认隐藏的链接，当我们按 Tab 切换焦点时，它会显示出来。它的作用是让使用键盘或屏幕阅读器的用户跳过复杂的顶部导航，直接进入页面的主要内容。类似的设计不止 MDN 有，在很多成熟网站里都能看到。不过这里我想讨论的不是可访问性，而是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会如何实现这个隐藏的效果？当我们说把一个元素隐藏起来时，我们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？这里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页面，它包含了 Skip to Main Content 的功能。默认情况下它是隐藏的，但当我们按 Tab 时，它会显示出来。这时按回车就会直接进入主要内容。如果没有这个链接，键盘用户就必须先依次越过顶部的这些重复导航，才能到达正文。这个功能本身的实现并不复杂，在 body 最开始放一个 A 标签，让它尽早的进入 Tab 顺序。这个链接指向 Main 锚点，页面下面的 Main 元素对应有一个值为 Main 的 ID。所以触发这个链接时，浏览器会跳到主要内容区域。在 CSS 中，我们通过定位把它放到页面的左上角。默认状态下，我们用 Translate Y 把它移出视口。当它获得焦点时，再通过 Focus 尾类把它移回页面内。那么，既然它只是一个默认隐藏获得焦点时显示的链接，我们是否能换一种隐藏方式？比如，默认状态改成 Display None。获得焦点时再恢复显示。可以看到修改之后，不论怎么按 Tab 它都不会再显示出来。我们原本期待的过程是按 Tab 链接获得焦点，触发 Focus 尾类，然后显示出来。但现在第一步就没有发生，因为它已经不会被普通的键盘导航聚焦到。没有 Focus 状态，自然无法触发显示的样式。让我们恢复到原来的实现。为什么这里不能用 Display None 呢？因为 Display None 表达的是这个元素当前不作为可用内容出现，这不仅影响了视觉，也会让元素退出页面的常规交互。但我们在这里其实只是想在视觉上暂时隐藏它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相反的例子，页面上还有一个默认隐藏的侧边栏，点击 Menu 按钮时它会显示出来，再点一次会隐藏。这里用的是跟刚刚类似的实现原理。默认情况下使用 Translate X 将它移动到视口外面。点击按钮之后，移除 is hidden 类，把它移回来。现在看上去一切正常，打开、关闭都没问题。但如果这时用 Tab 和 Shift Tab 导航页面，就会发现屏幕上几乎看不到焦点变化。实际上，焦点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进入了一个视觉上已经关闭的菜单。我们可以临时使用 Focus with In 尾类，让问题更明显些。当 Sidebar 或它的子元素获得焦点时，就重置 Translate X。现在可以看到，焦点确实进入了一个本来应该关闭的菜单。对菜单来说，隐藏的含义和 Skip to Main 不一样。Skip to Main 虽然默认隐藏，但键盘用户仍然应该访问到它。而菜单关闭以后，里面的链接就不应该继续参与当前页面的交互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只是把菜单在视觉上移出了屏幕。对使用鼠标的用户来说，菜单关闭以后，里面的链接确实点不到了。但对键盘用户来说， Tab 顺序中仍然包含这些菜单项。这导致实际交互状态和视觉状态的不一致。在这个 demo 中，可以直接把关闭状态改成 Display None。可以看到，菜单关闭后，里面的链接不会再出现在 Tab 顺序里。有些人会认为 Display None 不能做过渡，所以不得不用 Transform、Opacity 这类基于视觉的隐藏方案。但其实这个前提并不成立。随着 Transition Behavior 和 Starting Style 这些能力逐渐成熟， CSS 原生方案进入生产环境只是时间问题。即使在当下，也有生产中常用的处理方式可以参考。所以，为了视觉效果牺牲隐藏状态的交互语义，并不是一个必要的选择。不过，这不是这期视频的重点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默认隐藏的链接为什么不能用 Display None？ 因为元素不可见不等于它不存在。Skip to Main 的意义就在于视觉上不干扰正常浏览，但在用户通过键盘导航时能够显示出来。而关闭的菜单刚好相反，隐藏它的同时，我们也希望它退出当前页面的交互。所以下次当你需要隐藏一个元素时，先别急着写代码，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个元素隐藏之后，是否还应该参与当前页面的交互？搞清楚了这层意图，再去选择具体的实现方式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